好啦，歡迎大家嚟到住家男人頻道。咁啊，上次係講咗個去日本見聞嘅 vlog 啦。咁啊，但係我覺得去旅行咧，除咗吃喝玩樂之外咧，我好中意約當地，如果有啦，就當地嘅朋友食飯嘅，因為你先可以將你見到嘅嘢，然後有疑問啊，或者對嗰個地方想深入了解啲咧，就問朋友最好嘅。咁我今次就遇到4個朋友，有3個係識咗好耐噶啦，有一個係食飯搭台新相識嘅日本人。咁我覺得係可以做個唔同嘅對比嘅。咁啊，其實呢3個朋友有一個係日本人，有一個係加拿大人，有一個係香港人，所以其實都幾唔同嘅，即係大家對東京嗰個感覺。專業地產顧問 Pansy Yang 2017年由香港回流溫哥華，所以近年大家移民回流嘅問題，我都一一經歷過。如果大家對於溫哥華住宅物業有啲咩問題，歡迎大家隨時揾我。咁啊，第一個我見嘅咧就係一個應該你可以都叫香港人嘅，但係我覺得佢更加似係加拿大人㗎啦，因為其實佢係喺香港出世，咁啊14歲移民去加拿大，咁啊然後跟住咧喺加拿大讀完中學之後咧就去咗日本，咁喺日本讀大學，咁啊讀呢啲比較藝術向嘅嘢，讀音樂。咁啊當日我喺加拿大識佢嘅時候，佢就即係高中生啦，咁跟住之後佢又話想去日本讀書喎，咁樣我話咦點解咧咁樣？佢話冇啊，因為我真係好中意嗰啲次文化，即係嗰啲漫畫啊、公仔啊、初音啊嗰啲咁樣。咁我其實已經過晒呢個年紀㗎啦嘛。咁我見到哦咁好啊，難得有夢咪追咯，屋企人就 support 係咪先？咁跟住之後我就呢2-3年都冇乜見過佢。咁啊今次去日本就約咗佢食餐飯。咁啊其實佢25歲啦，咁啊準備畢業㗎啦。咁我問佢，我話喂，你而家個狀態係點啊？佢話冇啊，都係想喺日本度攞埋個永久居民啦，即係想留低啦咁樣。咁我話，但係我見個樣咧，哇！真係一夜成熟。我對上一次見佢就係20出頭啦，跟住之後再之前初相識嘅時候係10零歲嘅青春期啦，跟住而家已經係成為一個即係初熟男啦，25歲啦。個感覺係突然間覺得佢一夜長大咗，即係我2-3年冇見過佢啫。衣着成熟咗啦，樣成熟咗啦，講嘢談吐又成熟咗啦。咁跟住佢就話俾我聽，佢話其實佢自己讀緊嗰間學校咧就冇乜外國學生嘅，佢自己係好努力咁樣喺加拿大學日文，跟住過去，然後喺嗰邊又同當地日本學生交流，咁然後跟住之後佢啲日文咧，佢都話其實原來唔係就咁睇書學就得嘅，佢話真係你要喺嗰度生活，因為佢係試過係後生仔，佢好多敬語嗰啲咧，你真係講錯嘅話咧，真係好大鑊嘅咁樣。咁佢話雖然而家新一代都唔係好理。但係佢話佢始終都係學生，佢對住老師有尊重，咁啊甚至乎佢已經去到最後一年，開始要揾工，咁佢話其實都難嘅。佢話佢做讀嗰啲動漫嘅配樂啦，電影配樂啦，咁佢話呢一種藝術向咧，正所謂即係早排成日金像獎都講㗎啦，文武第一就武無第二。即係作為文化類咧，其實好主觀得唔得嘅？即係唔係話我哋香港人習慣做開 sales 啊，講 KPI 啊，有啲咩數字嘅 support， 一隻歌好唔好聽，一隻歌啱唔啱 mood，其實有時都幾主觀下。咁佢讀呢一個科目咧，佢亦都發現原來喺日本咧係競爭好大。咁佢而家揾工咧，佢話都好難。佢話其實日本內部經濟亦都唔係咁好。咁佢話其實即係想當年喺加拿大讀高中嘅時候咧，同父母一齊住咧。其實佢就即係梗係冇乜牽掛啦。到自己一個人劈出嚟喺日本生活嘅時候咧，佢都當然唔係住東京都嘅。即係其實我約佢，佢都要坐成40分鐘車出嚟。佢話佢都要慳住使。佢話揾工亦都唔容易。要同同學之間嘅相處，佢話感受到即係佢由香港一個都叫做比較國際社會啦。佢長大嘅時候，即係2000年嘅時候，啱啱回歸冇幾耐，都仲係一個國際金融中心。咁到佢嚟到加拿大，佢亦都唔係選擇喺大溫大多一啲比較多人嘅地方嘅，即係比較一個偏啲，即係其實都黐住大城市嘅，但係佢自己入邊都係一啲比較偏少少嘅地方，人冇咁多嘅。咁但係佢就因為喺人冇咁多嘅地方咧，成日上網啦，感受到日本文化啦，跟住佢就係喺網上邊識到一班全世界嘅人，有日本人，有中國人，有香港人，有外籍嘅。
所有人都對日本次文化好有研究，好有心得。佢開咗個世界，從而令佢覺得想喺呢一方面發展，所以佢就打開咗呢個門檻，自己衝去日本。which is 我覺得非常之叻仔嘅，即係你有自己想嘅嘢你去做。但係我最大嘅感受就係當喺日本佢生活咗4-5年啦，我真係見到冇咗，突然間冇咗嗰種志氣嘅，即係冇咗嗰種，唔係話佢幼稚啊，即係冇咗嗰種年青人嘅志氣。但係其實佢未出嚟社會做嘢嘅喎，但係佢已經開始喺東京感受到嗰種生活嘅壓力啦，內部經濟啦，又或者佢自己前途啦。咁我有講笑咁同佢講，我話其實即係你都家境唔係差，我話即係應該自己顧掂自己都 OK 啦咁樣。咁佢話係嘅，佢話呢個係佢嘅優勢，佢又好 mature 好 humble 咁，佢承認呢樣嘢。然後但係佢又話佢都希望自己使咗嚿錢嚟讀書。亦都想將來喺日本攞多個永久居留權，加埋佢有價值啦，亦都係香港人啦。咁其實即係佢自己希望喺嗰個世界視野上邊闊啲，亦都因為佢去過幾個地方，佢越去得多咧，佢越覺得自己渺小啊！即係佢見得原來哇，日本係咁嘅，加拿大係咁嘅，香港係咁嘅。佢越見得多，就越覺得自己渺小，然後就越俾個社會壓縮，就令到佢覺得自己有啲前路茫茫。我話：哎呀，千祈唔好咁諗啊！20幾歲嘅世界就係大把世界啊！我話唔好咁快俾我哋啲社畜啊，啲人啲諗法令到你咁樣去有打沉你嘅意志咁。咁即係點解會咁樣講？今次會講我呢4個朋友咧，源自於就係其實呢1-2年救生艇多咗好多香港人嚟㗎嘛。咁嚟到嘅時候，好多人就抱怨加拿大有啲咩唔好地方啦。咁通常講得日本係只有好嘅啫嘛，但係亦都去得日本越熟嘅人都話咧，日本係旅遊好，生活係好辛苦嘅。咁所以我覺得我成日就覺得嘅，我即使嚟咗加拿大，我又唔會覺得加拿大絕對嘅好。香港我哋住家財經成日都講啊，香港唔會突然間冇咗嘅，只不過佢慢慢穩定地改變嘅啫。變咗嘅嘢啱唔啱你何車係你嘅事。我自己覺得冇話二元絕對嘅。咁當然，當我喺度生活咗7年，我再去日本見咗幾個朋友嘅衝擊，就俾我感受下日本社會嘅氣氛，就希望喺呢個 vlog 度講下。第二個呢，我就喺加拿大認識嘅，都係25歲嘅一個日本出生土生土長嘅女仔。咁佢係佢當年喺加拿大讀英文嘅，我識佢嘅時候。咁佢啲英文係睇住佢進步啦，睇住佢好開心喺度享受加拿大嘅生活啦，成日落美國玩啦。佢亦都承認話曾經有一個美國夢嘅，即係日本人都係有美國夢嘅，好得意㗎。即係佢哋都會受到美國文化影響，佢哋都會有部分人想外出，可能覺得日本生活好狹窄啊，好辛苦啊，又或者有啲人嘅性格就係中意外闖嘅。咁當年見佢嘅時候係笑容燦爛啦，歡天喜地啊，有乜食乜，有乜講乜啊，冇乜顧慮包袱嘅。咁啊，跟住之後直至到佢屋企人就想佢喺翻日本讀大學，咁佢就翻咗日本。咁結果佢都翻咗日本都4年㗎啦，我記得如果冇記錯，讀埋大學畢埋業，而家出嚟就係即係我哋蘇科嘅社畜啦。咁佢就住喺橫濱Yokohama，但係佢翻工咧就喺銀座，即係其實嗰個距離都幾遠嘅。你搭車咧係要即係特急嗰啲咧都要差唔多成粒鐘嘅，連埋腳程。咁佢話，我問佢，我話你哋呢一代日本喺東京生活嘅人，佢哋我一講啫，佢已經都話辛苦咯，唔生仔咯，冇乜上流空間，成日 OT 咯。即係你會聽到，譬如有時如果你淨係睇連登，你睇香港啊，你覺得香港好差，因為可能香港發生某啲事令到香港好差。當你嚟到加拿大，你會發現加拿大嘅 living cost 好高，跟住之後你揾錢又要交好多稅，令到自己好少錢使，生活可能比較艱難。其實再話俾你聽，其實可能日本都係咁，其實美國又可能係咁，澳洲一樣都係咁，英國都可能係咁。其實我覺得呢個係對於年青人嚟講呢，係整喺成個大細 baby boomer 嗰一代就最叫做一分耕耘一分收穫，到而家都仲收穫緊。可能佢哋都真係而家嗰個人口壽命係越嚟越長，佢哋個職場時間又越嚟越長，變咗後生嗰班越嚟越難。呢個其實講真，我10年前喺香港我都見到㗎啦。咁當然日本係比我哋更加行先啦，供樓供4代啊嗰啲嘢。咁所以對於而家嘅後生嘅，我有問過佢㗎，我話咁你而家開唔開心啊？咁佢都話咁梗係冇以前冇憂慮咁開心啦，同埋以前有美國夢啊嘛，有夢就有得追，有得追雖然你未必追得到，但係你追嘅過程你享受啊嘛。但係譬如你真真正正翻係自己嘅本土，咁當然佢都唔係嚟自東京嘅。但係佢去到東京呢個大城市，亦都好老實講，等於點解 Stream B 咁多人去多倫多？
因為即係你去到一個國家後生嘅，你希望 energetic 啊，你希望動力多啲啊，機會多啲，你都會選擇大城市。你會見到而家 Stream B 好多後生嘅都係多倫多第一、第二先係溫哥華，第三先係卡加利。咁跟住佢都話係啊 ，OT 文化好勁。雖然人工少咁，但係日本公司呢個待遇又唔係太差嘅。你睇金額咧就好少嘅，但係講緊可能你翻工嘅通勤費都會有補貼啊。雖然稅唔係少啦，你亦都有消費稅 10% 啦，但係佢都有好多補貼，同埋相對地當地嘅住宿係 affordable 嘅，即係相對地 affordable。咁所以令到佢就話生活到但係因為都人口密集，住宿細。所以亦都形成咗點解大家成日都會躝街喺出街食，亦都你即係喺日本超市啊、七仔 shopping 你都明㗎啦，係咪先？你七仔都食得飽嘅，即係大家就係、是、所以點解你當我哋去旅遊好羨慕嗰種日本一步即達三步乜都有嘅嘢，加拿大冇啊，或者香港而家都演變成個個都北上咁樣，咁但係其實佢哋喺內部生活係。調翻轉我問佢，你有得揀嘅話，其實佢都會覺得其實唔係㗎，即係點解我有美國夢啫？空間大啦，多元啦，即係佢哋又會追求呢樣嘢。人好得意啊，冇一樣求一樣啊嘛。咁你變咗咪當佢冇咗個美國夢，翻嚟日本做嘢嘅時候，我見到少咗笑容，成熟咗，長大咗，但係笑容都少咗。即係呢個又係我見到第二個認識喺東京比較後生嘅人，對於喺東京生活嗰種。我望到，我覺得係你又唔可以話無形壓迫嘅，即係我覺得係就係咁咯，你會好緊咯。你搭 JR 你都明啦，係咪先？第三個朋友咧就比較突發啦，即係我係去日本前係冇諗起嘅。我呢個朋友咧就係同我同年紀，我自細認識佢，因為我哋之間嘅爸爸係認識嘅。咁我哋由細玩到大，20歲之前成日都見，10零歲之前成日都見，但係大個咗，即係因為。大家就各自有自己嘅生活，其實都係有 Facebook 啊，間唔中聯絡下。我對上一次見佢已經10年前喺香港，我嗰陣時都未決定要移民。咁跟住就我移民咗啦。咁跟住香港就有啲事發生啦，嚇反送中啦。咁啊 trigger 到好多人走啦。咁佢都叫做係兩公婆，就冇小朋友，冇乜顧慮嘅。咁啊佢哋好中意日本文化，佢哋話都結婚10幾20年，真係都唔知去咗幾多10次嘅日本。佢唔識日文，即係佢可以50音，然後佢就毅然把心一橫，就切割晒香港啲嘢，就兩公婆就去咗日本。咁然後希望喺日本咧就開一間有港式味道嘅 cafe。咁但係佢本身喺香港並唔係做飲食業嘅，佢做設計行業。但係佢話佢自己即係我同佢都有同一個問題，大家都開始老化，即係大家啲眼冇咁利啊，覺得同埋設計呢樣嘢即係可能都又係嗰啲啦。文武第一啊嘛，大佬，你點樣再去爭逐咧？你已經去咗一個重新嘅地方，咁所以佢就選擇用頭2年時間咧就讀書讀日文，然後再用2年時間咧就喺嗰邊東京咧就學呢一個嘅料理，但係佢好專門嘅料理咧係教埋 business 嘅，專係 for 一啲想開 cafe 嘅人喺東京度讀，然後喺東京開，符合翻當地嘅 regulation、當地嘅 business 嘅文化去行入去學，咁所以佢唔係淨係學煮嘅。佢係仲要學埋你喺日本做生意嘅，咁你諗下，即係中老啦，我呢啲40幾歲啦，要用4年時間2年學日文2年再學料理，其實喺人生要咁樣放4年嘅叫做學習期 gap year，其實一啲都唔容易㗎。成功例子有李安咯，係咪先？喺台灣拍電影都拍到攞到最佳電影，跟住要老婆出去做嘢，一齊移民去美國，跟住自己匿埋讀電影讀5年。咁當然佢係成功例子啦，之後你有好多好好睇嘅電影啦，《Life of Pi》啊，《斷背山》啊，但係即係唔係真係個個得㗎。其實你喺行緊嗰個過程，係好多嘢都會質疑自己。呢個亦都真係講真，我覺得套用唔係淨係喺日本㗎，即係而家我哋加拿大，你可能我哋有啲觀眾喺英國，有啲澳洲，你哋作為移咗民，你要重新部署自己嘅生活，你又望住自己燒嘅錢多過揾嘅錢嘅時候，因為佢哋喺日本咧。佢哋都可以做 part time，但係亦都有限。其實個時數同加拿大差唔多。佢哋一個禮拜可以做28個鐘，如果你讀書嘅話。咁然後佢當然啦，咁香港喂早幾年啲樓好勁嘅，你賣咗樓啊，或者你自己做咗幾廿年嘢，你有啲資本啦，去到日本，但係日本都相對係叫平啲嘅個生活。但係其實如果你要喺當地揾錢嘅話，你就會發現話唔得喎，東京都我都負荷唔到，所以其實佢都離開咗東京都嘅。出咗去，咁佢好彩佢有間學校喺嗰邊附近，
咁變咗即係佢話其實佢都好少入東京。原本我約佢就想約佢去佢個縣嘅，佢後尾就話唔好啦，不如我哋秋葉原啦，我哋行街啦。咁跟住我哋先喺日本喺秋葉原度行咗幾個鐘，跟住食埋飯，即係7-8個鐘頭咁樣，大家喺度傾。咁其實我都好佩服佢嘅勇氣，即係我都講咗句我話，咦，你畢業埋再開咖啡都可能46個咯，都唔係後生，重新學開一門嘢咁講，係㗎，所以佢而家要好多數要計啦，即係譬如佢會覺得喺東京入邊，如果係比較一啲旺嘅地段入邊窄啲，即係入邊偏啲嘅街角位，講緊可能做到咖啡嘅鋪係10萬yen一個月。但係可能佢選擇去第二啲縣嘅，譬如靜岡啊，或者可能一啲偏啲嘅地方，佢可能5萬yen。但係當然啦，嗰個係講緊嘅佢哋嘅使費人流係少好多，即係呢個係必然㗎啦。但係對於佢一個新去嘅地方，佢咪要諗咯。咁所以我覺得即係我又問佢我日本啱唔啱你？咁其實好啱。佢話都知道嗰種壓力，但係對於佢都喺香港受壓咗幾廿年。佢又覺得又冇乜嘢啊，咁兩公婆又唔係話複雜，簡簡單單。總之就係練好條數，盡量學一個技能，然後重新開始。咁我都有應承佢，我話你開到咖啡嘅話，我就會再嚟日本揾你嘅。即係希望係一個即係大家友誼可以即係得以延續，但係又唔使成日見嘅。老實講，咁第4個咧就比較特別啦。第4個咧就係真正嘅日本人。即係唔係我真正日本人嘅，咁我頭先講第2個都係真正日本人。呢個係點咧？就係我一個人咧就見到一間串燒，哇，好熱鬧喎咁樣，共有冇一位咁？我哋啲讀 L 梗係擺你喺吧台雜角位㗎啦。咁啊，因為我唔識日文啊嘛，咁啊佢俾英文 menu，咁我坐我雜角位嗰個日本人咧，日本男士應該大我10年到啦。佢就見到我睇英文 menu 就主動同我用英文傾偈，咁跟住就大家交流，咁跟住大家喺上野度嘅。咁大家交流嘅時候咧，第一時間咧就話：你哋加拿大壽司唔可以叫壽司。我話嗰啲嚴格上係講係擠咗嘢喺上面嘅鉗波，係啦。我話大部分嘅日本餐廳好多時候都係經營係 run by 個 business 係 run by Korean， 即係起碼我喺溫哥華多倫多見到嘅好多都係，同埋佢哋做嘅壽司係即係唔係壽司嚟噶嘛，大餅噶嘛啲飯咁。第一即係北美人又大隻啲啦，你要就佢口味啦。咁大家就交流咗，即係大家對嗰種日本文化，即係我話好 amazing 嘅嘢啦。咁但係佢都話佢辛苦，因為咧我食飯嘅時候咧已經係差唔多10點噶啦，即係晚飯嚟嘅。咁我係坐低先，跟住佢先坐低嘅。咁即係大家前後腳啦，10點。咁嗰間嘢收11點。咁嗰個係平日嚟嘅，佢係着住恤衫西褲。佢一坐低咧就嗌一碟即青瓜，然後一杯燒酎，然後就夾2件青瓜，即係大家未傾偈，咁我中意觀察人啊嘛，佢就一聲飲晒，然後就加一杯，第2杯就都飲咗半杯。咁因為燒酒其實個濃度都高嘅，咁所以其實飲杯半咧，即係以我飲開酒咧，我都係飲燒酒，飲咗杯半咧，我都有輕輕嘅 relax 啦，有啲醉意啦，等於好似飲咗2-3罐啤酒啊。咁然後佢開始有醉意咧，先至嗌一串串燒，咁喺度食。咁樣嘅組合埋單咧，1000 yen 到嘅啫。其實2杯嘢可能1300-1400 yen 到啦，係啦，即係1000零yen，貴過你食個拉麵，但係又唔使話你真係走去餐廳食個好 decent 嘅飯。總之佢就係要咁樣攤喺度。咁我忍唔住問我話：你都係住附近人嘅？唔係啊，我喺附近翻工。佢話不過我住得好遠。佢話但係老婆又留咗飯，咁所以就想飲杯酒。咁所以就喺度飲2杯食嘢，然後再坐大概9個字車翻去屋企再食晚飯。咁我問佢：你聽朝翻幾點啊？9點。咁我哋每晚咧都8-9點啦。今晚特別夜少少，所以想出嚟飲杯酒。咁我都話：咦，都辛苦喎，唔容易㗎。即係佢都係咁樣講。即係因為我有時中意同陌生人傾偈咧，就係大家冇乜包袱，即係大家係即係一次性嘅朋友啊嘛，即係唔係性朋友，係一次性嘅朋友 ，OK， 即係你 single serve 啊，係啦，即係好似 Flight Club 入邊講啊 ，single serve 嘅鹽啦 ，single serve 嘅 pepper 啦，所有嘢都係用一次嘅啫。呢類朋友我覺得都係一次，因為你要見翻佢根本係近乎冇可能。咁但係你會更加肆無忌憚咁樣唔介意傾多2句，因為大家飲得酒啊嘛，咪問多2句咯。佢又可能問翻我2句咯，佢又問我加拿大嘅生活啊，咁佢知我原居係香港啊，佢知道香港發生咩事啊，大家又傾咗幾句啊。咁大家都係話，亞洲生活都唔係容易噶啦咁樣。
咁所以其實今次我覺得我喺日本10零日遇到嘅4個朋友啦，咁其實認真嘅，我哋作為遊客去嘅地方咧，就係話好璀璨、好熱鬧啊，使錢好平啊，即係大家講日本都係咁。但係我自己覺得，當你深入去了解下當地嘅時候咧，有時側寫翻自己移居咗生活嘅時候咧，對比咧，我認為真係冇絕對嘅好同絕對嘅壞，只不過係你揀咗喺嗰個地方嘅生活，你點樣 fit for 嗰種 system， 點樣去令自己有自己嘅諗法同空間去行去做嘅嘢，而且個後生仔都會有佢嘅顧慮，驚揾唔到工。40幾歲都會話俾你聽，我把心一橫就係要開間咖啡。有時候同年齡係冇乜關係，我覺得係同自己嗰個選擇嗰個確定性。即係如果你選擇一個地方嘅生活，而你冇嗰種確定性嘅話咧，你會好痛苦。又或者可能你根本冇權選擇喺一個地方生活嘅時候，咪自己揾位咪消散下咯，咪好似嗰個日本人咁樣坐低飲兩杯燒酒，其實佢聽日都再嚟過㗎。但你問佢係咪唔開心，我又唔覺得佢唔開心嘅，佢只係就係想鋸一鋸。喺應付工作嘅繁忙，同翻到屋企面對樹木嘅中間有個位 me time， 飲杯酒，食串串燒，鋸完走，其實係一種 refreshment， 即係等於可能我坐喺度飲杯茶，你坐低飲杯咖啡，大家選擇嘅方式唔同。咁所以我覺得遊日之旅今次即係好耐未試過深度喺一個 location 遊10幾日啦，所以見咗除咗睇朋友、見朋友啦，睇到當地文化啦，咁再又自己又移民咗之後第一次嘅真正嘅出國旅行啦，咁我覺得即係有呢啲嘅感受咯，咁啊可以同大家分享。所以大家下次去即係趁住而家日本咧 WestJet 其實我睇緊11月咧來回都係1100-1200蚊機票到嘅啫，即係飛去日本。即係你唔可以用香港 Express 嚟比，但係當你喺 Carry 飛去多倫多都可能要400-500蚊嘅時候，可能俾咗100零蚊應該去日本，而日本咁平，去日本玩係好合理嘅。嗱，我覺得玩嘅時候又觀察多啲咯，即係喺旅行入邊多一重嘅意義咯，即係陳以貞嘅旅行的意義啊嘛。好，咁啊，今日嘅節目時間差唔多啦，希望大家俾個 like 啦、share 啦、訂閱我哋頻道。好，我哋下次再見，拜拜。